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杀疯了，别人还在抢高定，她已用演技碾压全场。赵丽颖在片场展现敬业精神，用笨功夫和真实生活体验塑造角色，拒绝人设，坚持自我。她的职业规划近乎偏执，成功转型，成为行业内备受认可的演员。认为表演是越酿越醇的老酒。3月片场的探班镜头里，赵丽颖裹着军大衣蜷在监视器前的画面，意外成为今春最动人的时尚大片。当同期85花们还在红毯争艳时，这位手握9部爆剧的收视女王，正用满裤腿的泥点子书写着内娱最硬核的生存哲学。所谓顶流，从来不是热搜上的镶钻礼服，而是片场塑料凳上磨出来的底气。在《野蛮生长》片场，赵丽颖与郑晓龙导演的2次合作透着股狠劲。零下5度的倒春寒里，她为一条雪的爬行戏主动要求重拍7次，冻僵的手指攥着剧本不肯放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敬业，让人想起她产后复出拍《幸福到万家》时，为找农妇感觉在村里住满3个月的往事。如今看来，那场被称作赵丽颖转型阵痛的战役，实则是她跳出舒适区的精准预判。监视器前的细节暴露了她的野心，随身携带的剧本贴着5色标签，空白处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里，藏着从花千骨到和幸福的进化密码。当同期艺人还在依赖提词器时，她已把即兴创作变成片场日常。某场情绪爆发的重头戏，他临时调整台词顺序，愣是把编剧写好的苦情戏改出黑色幽默的况味。这种掌控力，正是他敢在35岁这年接下现实主义题材法医日记的底气。粉丝的超话里流传着更动人的切片，他请群演阿姨教方言，把剧组盒饭拍成 vlog 素材，甚至帮场务小哥修改通告表。这些溢出镜头的烟火气，恰是他在知否后悟出的生存法则。真正的表演不在戏剧冲突里，而在生活褶皱中。就像他坚持不用替身的那些农活镜头，手掌的老茧比任何演技培训班都来得真切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当某顶流音亚综艺被剧组除名的消息爆出时，赵丽颖正在西北荒漠拍敦煌女儿。为贴合文物保护学者形象，她提前半年学习壁画临摹，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打铁花。这种笨功夫在影视寒冬里显得尤为珍贵。有制片人透露，现在投资方选角时总会问能不能找到赵丽颖式的演员。这句话比任何奖项都更能定义她的行业地位。3月曝光的剧组花絮中，有个意味深长的镜头，赵丽颖指着监视器里的自己，对新人演员说：“别学我年轻时的演法，现在观众要的是人，不是完美纸片。”这种清醒认知，或许正是他拒绝千万级综艺邀约的底气。当别人在真人秀里编织人设时，他选择把真实人生碾碎重组，淬炼成每个角色的骨血。在这个充斥着爱换脸和绿幕抠图的时代，赵丽颖的坚持像场行为艺术。她带着团队深入西南村寨采风，把幸福到万家的台词本磨出毛边。为风吹半夏增重10斤，在钢铁厂和女工同吃同住3个月，这些过时的笨办法，意外成为对抗行业虚浮的利器。就像他在白玉兰颁奖里说的：“好演员要敢把自己种进土里。”当影视城迎来新一波开机潮，赵丽颖的选择愈发耐人寻味。推掉古偶大女主剧本，转身扎进刑侦剧《雷霆行动》言奇女法医。这个满身血污、素颜出镜的角色，与他过往的荧屏形象形成残酷切割。或许这正是他的突围之道，在85花集体困于转型焦虑时，用近乎偏执的职业规划，硬生生劈开条新路。3月的最后一场夜戏，赵丽颖裹着羽绒服蹲在煤堆旁候场，监视器的冷光打在她结霜的睫毛上，恍惚间与15年前新海珠片场那个冻得发抖的晴儿重叠。只是这次，他不再是需要被看见的新人，而是掌握镜头语言的叙事者，
正如她在采访中说的，表演不是青春饭，是越酿越醇的老酒。近年来，娱乐圈的内卷愈演愈烈，许多明星为了保持热度，不惜砸重金抢夺高级定制高定礼服，以此彰显自己的时尚地位。然而，就在其他明星还在为高定争得头破血流时，赵丽颖却凭借纯粹的演技另辟蹊径，在演艺之路上卷出了新赛道，成功实现了降维打击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以实力派著称，从早年的配角时期到如今的电视剧女王，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她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全凭演技和敬业精神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这几年，赵丽颖不仅在古装剧中大放异彩，更是在现代剧和现实题材作品中展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演技。她的成功证明了，比起依靠华丽的服饰博取眼球，真正的演员更应该用作品说话。在当下的娱乐圈，高定礼服早已成为女明星们争奇斗艳的标配。各大红毯上，我们总能看到明星们身穿价值不菲的高定礼服，光彩夺目。奢侈品牌的高定不仅象征着财富，更代表着娱乐圈的资源分配。能够穿上国际大牌的高定，意味着得到了时尚圈的认可，也能够在无形中提升自身的商业价值。因此，很多明星都把高定礼服视为身份象征，甚至不惜投入大量金钱，只为博得一个惊艳亮相的机会。然而，这种对高定的疯狂追逐，也让娱乐圈陷入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怪圈。很多明星的作品平平无奇，但却在时尚资源上争得不可开交。相较之下，赵丽颖的做法却显得格外清醒和难能可贵。她并没有一味地去抢高定，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打磨演技上。她深知，真正能让自己在娱乐圈立足的，不是华丽的衣服，而是扎实的演技和优秀的作品。赵丽颖的演技进步有目共睹，无论是《花千骨》中的小骨，《楚乔传》里的楚乔，还是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明兰，她总能赋予角色不同的灵魂，塑造出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。而近几年，她更是勇敢突破自己，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放异彩。比如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她饰演的何幸福不再是古装偶像剧中的美艳女主，而是一个脚踏实地、敢于奋斗的普通女性。她摒弃了偶像包袱，不施粉黛，靠着细腻的表演征服了观众，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。赵丽颖的选择也让人不禁思考，娱乐圈究竟需要怎样的明星？是靠奢华礼服制造话题的时尚达人，还是用作品打动人心的实力派演员？当然，时尚和演技并非对立，好的演员也可以在时尚领域有自己的影响力。但真正的长久发展，还是要回归作品本身。毕竟，服饰只是外在的装饰，而演技才是一个演员的核心竞争力。赵丽颖的成功，也给了很多年轻演员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为了博取关注，选择了捷径，比如靠着话题营销、造型炒作来维持热度。但这样的方式并不能持久，观众终究会对单纯的噱头感到厌倦，最终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。赵丽颖的逆袭之路正是最好的证明，她没有靠绯闻，也没有靠资源堆砌，而是通过一步步的努力，靠作品积累口碑，最终站稳了脚跟。在观众越来越注重内容的今天，赵丽颖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。她不仅没有在高定之争中迷失方向，反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在演技上不断突破，这才是一个演员最值得尊敬的地方。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，比起外在的浮华，更重要的是扎根演技，打磨角色，带给观众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当然，娱乐圈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，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发展路线，有人选择走时尚路线，有人选择专注作品，两者并无对错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，是那些用作品说话的人。赵丽颖的成功，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，
更是一种行业风向的体现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娱乐圈的竞争不仅仅是外在的比拼，更是内在实力的较量。最后，我们作为观众，也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娱乐圈的发展，不盲目追捧华丽的外表，而是更多地关注演员的作品，关注那些真正用心演戏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艺人。赵丽颖的成功是属于她自己的，也属于所有努力奋斗、用心创造的演员们。希望未来娱乐圈能够有更多像赵丽颖这样专注演技、用作品征服观众的实力派，让整个行业回归到以内容为王的正轨。赵丽颖的故事仍在继续，而她的每一步选择都在为自己赢得更长远的发展空间。期待她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也希望有更多演员能像她一样，不被外界浮华所左右，而是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。毕竟，真正的王者不需要靠华丽的衣服来证明自己，而是靠实力赢得属于自己的荣耀。王一博用汗水书写奇迹，诠释越努力越幸运。王一博1997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普通家庭，自幼便展现出了对舞蹈的浓厚兴趣和天赋。他的成长之路是一段从青涩少年到全能艺人的华丽蜕变，充满了汗水、坚持与不懈追求。王一博的童年并非一帆风顺，由于父母工作繁忙，他自小学5年级起便开始自己照顾自己。这段独立的经历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坚强与自律。尽管体弱多病，经常需要在医院输液，但他从未放弃对舞蹈的热爱。舞蹈成了他强健体魄、释放热情的重要途径。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间，他被电视上的跳舞比赛所吸引，从此踏上了学舞之路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与他开玩笑。不久之后，他被诊断为心肌炎，这无疑是给他热爱舞蹈的心浇了一盆冷水。但王一博没有放弃，病愈后，他更加努力地练习舞蹈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2011年，年仅13岁的王一博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全国街舞大赛，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舞台，也是他舞蹈生涯的转折点。在比赛中，王一博凭借出色的表现，成功杀入 HIPPOP 组河南省16强，引起了在场导师的关注。他的舞蹈才华得到了认可，也为自己日后的演艺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同年，他被乐华娱乐公司发掘，成为了一名练习生，傅涵开始了艰苦的练习生生涯。在异国他乡，王一博忍受着寂寞与艰辛，每天早起排舞，深夜仍在练习室反复练习舞步。他的努力与才华让同公司的前辈们刮目相看，也为自己赢得了出道的机会。2014年9月，王一博以中韩男子演唱组合 UNIQ 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担任主领舞、rap 担当及门面担当。随组合在韩国多个节目宣传，并演唱了好莱坞电影的中文主题曲，逐渐积累了一定的人气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由于限韩令的影响，组合活动被迫暂停，王一博的演艺事业也陷入了低谷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，而是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，等待下一个机会的到来。2016年，王一博迎来了事业的转机，他正式成为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天天兄弟成员，凭借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和帅气的外表，迅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关注。通过这个节目，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，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为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年，他还领衔主演了喜剧电视剧《人间至味是清欢》，展现了自己在影视领域的潜力。2019年，王一博迎来了事业的爆发期。他主演的仙侠古装剧《陈情令》播出后，凭借蓝忘机一角迅速走红，人气高涨。该剧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还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，进一步提升了王一博的国际知名度。同年，他还主演了电竞题材剧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，
凭借该剧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。此外，他还发行了个人音乐单曲《无感》，展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和实力。2020年，王一博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。他领衔主演的武侠剧《有匪》播出后，播放量日观天数超37天，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号召力。同年，他还荣登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9名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青年偶像。2021年，王一博在影视领域继续深耕细作。他主演的古装悬疑剧《风起洛阳》播出后，凭借百里弘毅一角入围2022微博世界大会微光荣耀男性角色。此外，他还参演了百年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献礼。2022年，王一博回归综艺《这就是街舞舞》，担任导师，再次展现了自己在舞蹈领域的专业实力和独到见解。同年，他主演的刑侦剧《冰与火》播出，再次证明了自己在演技方面的多样性和可塑性。2023年，王一博的演艺事业再攀高峰。他凭借电影《无名》中的叶先生一角，提名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，展现了自己在大银幕上的潜力。同年，他还主演了电影《热烈》，凭借出色的表现提名第18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。此外，他还入选了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，获得了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电影单元年度男主角奖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。除了演艺事业外，王一博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。他多次参加慈善活动，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捐款捐物，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。他的善举不仅赢得了社会的赞誉，也让他成为了更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。王一博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书写了一段从街舞小子到全能艺人的华丽蜕变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在王一博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坚持与努力的力量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越努力越幸运的真谛。无论是舞蹈、音乐还是影视领域，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实力。他的每一次突破和进步，都离不开背后的汗水和付出。王一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、歌手和舞者，更是一位充满正能量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偶像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激励着无数追梦人勇往直前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期待王一博能够继续闪耀光芒，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。同时，也祝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实现更多的梦想和目标。在娱乐圈的浪潮中，许多年轻艺人如流星般划过天空，转瞬即逝，而有些人却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坚定的信念，成为了自己心中的光，照亮了更多人前行的道路。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一位艺人，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练习生，到如今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和突破。王一博最初以偶像男团成员的身份出道，但他的起点并不高，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。在团队中，他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，甚至曾一度站在队伍的边缘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，而是默默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不断磨练舞技。对于舞蹈，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，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，一遍遍的练习，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。他不是天赋型选手，而是凭借汗水和努力，一点点雕琢出属于自己的风格，最终成为了舞台上令人惊艳的舞者。但王一博并不满足于此，他知道要在这个行业中真正立足，光有舞蹈是不够的。他开始挑战自己，跨界进入影视行业。从最初的配角到如今能够独挑大梁，他经历了许多质疑与挑战。刚开始演戏时，很多人对他的演技持怀疑态度，甚至认为他只是依靠流量获得资源的偶像派。
面对这些质疑，王一博没有多做解释，而是选择用行动证明自己。他不断学习表演技巧，揣摩角色内心，甚至为了角色去体验真实的生活，只为在镜头前呈现最真实的自己。2019年，一部《陈情令》彻底改变了他的演艺生涯。他在剧中饰演的蓝忘机深沉而克制，内敛却饱含情感，精准的眼神戏和微表情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成长。蓝忘机这个角色对王一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他的演技。然而，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一部作品的成功，而是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努力让自己不被定型。随后，他主演了由绯风起、洛阳冰浴火、长空之王等作品，每一个角色都与他过去的形象有所不同。从古装侠客到现代缉毒警察，再到英勇的试飞员，他用一次次的挑战让观众看到他的多面性。特别是在电影《长空之王》中，他为了更好地诠释试飞员的角色，亲自体验战斗机飞行，深入了解航空知识，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。这种敬业精神得到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一致认可。除了演戏，王一博在其他领域也展现了超强的实力。他在这旧世街舞中担任队长，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和精准的编舞能力，带领队伍赢得比赛。他的舞蹈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现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他用肢体语言诠释音乐，让观众感受到舞蹈的魅力。而在赛车领域，他同样全力以赴，参加职业赛车比赛，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他对待每一份热爱的态度，都是全身心投入，做到最好。正是这种不断突破自我、挑战极限的精神，让王一博从一个追光少年变成了发光的存在。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练习生，也不再只是一个偶像，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能艺人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告诉大家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不断积累和沉淀。如今的王一博依然在不断前行，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，他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对梦想的坚持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流量并不是唯一的标签，实力才是一个艺人能够走得更远的关键。他曾追逐光，如今他自己成为了光，照亮了更多人的前行之路。对于那些正在追梦的年轻人，王一博的经历无疑是一种激励。他的成功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靠着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换来的。他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光芒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坚持。只要不断努力，哪怕曾经是追光的人，也终有一天会成为光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们期待王一博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继续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，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榜样。而对于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，他早已用作品给出了最好的答案。王一博从追光少年到发光自己，他的星途才刚刚开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